并且从此之后沈眉庄坚信天下男人皆薄情。直到沈眉庄身患失意，遇上了温实初，温实初的细心柔情慢慢的打动了沈眉庄。但沈眉庄作为皇上的嫔妃，哪怕她倾慕温实初，她也绝对不敢僭越。对于沈眉庄来说，就算她不爱皇上了，她也不会违背她骨子里流淌的女责女训。更何况沈眉庄也清楚和太医有染的下场，所以沈眉庄只能默默倾心于温实初。其实贵人您大可不必搬到碎玉轩来，自从贵人搬过来，皇上就不再召见您了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？皇上过不了心里那道坎，就永远也不会进碎玉轩。你知道我是为什么？这意味着沈眉庄厌恶皇上，并有意温实初。第二点，沈眉庄的人设一直是端庄贤惠，并且太后对于沈眉庄这个儿媳相当满意。如果让太后听到沈眉庄和太医有染，不仅说出去了没有人信，反而说的这个人还少不了太后的一番拷打。毕竟太后为了撮合皇上和沈眉庄，经常私下提点沈眉庄解开心结，怀个小孩。你与熹妃情同姐妹，如今熹妃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，你还不加紧些吗？哀家一向看重你，可你却不肯把心思放在皇帝身上。皇帝身边连个规劝的人都没有，哀家怎么能放心呢？可见太后是十分看重沈眉庄这个儿媳妇的，加上沈眉庄的好名声是宫里出了名的，太后这么看重沈眉庄，怎么可能容忍其他人去破坏沈眉庄的名声呢？第三点，沈眉庄所住的碎玉轩偏远，平时根本没有什么人会路过。征服欲上头的皇上试图解开沈眉庄的心结，却不料沈眉庄却心生怨恨，一直低头不语。立马派人给皇上和沈眉庄送去一壶暖情酒。暖情酒说是暖情暖意，其实就是春药。这时沈眉庄拿起暖情酒，自顾自地喝起来，或许是酒，又或许是被压制很久的情。一两杯酒下肚的沈眉庄开始喊着实初二字。彩月丹紧接着温实初来到了碎玉轩，瞧着沈眉庄难受至极，温实初忍不住担心。这时不仅碎玉轩内没有人，就连碎玉轩外也没有人值班看守，竟迟迟未归，反而还把守在门口的侍卫全都打发走了。正所谓丫鬟就是主子多出来的手和眼，更何况彩月是沈眉庄贴身丫鬟的同时，彩月还是沈眉庄从家里带来的陪嫁丫鬟。因此彩月在和沈眉庄的朝夕相处中，早就猜到了沈眉庄倾慕于温实初，所以当沈眉庄醉酒喊温实初的那一刻，彩月便第一时间去找了温实初。因为彩月清楚他和沈眉庄的关系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只有沈眉庄在宫中有了盼头，他才能活。因此彩月不告密的道理很简单，告密只会让自己丧命，不会让自己升官发财。第五点，沈眉庄和温实初睡了的事情绝对不可能让宫女或者太监给传出去，毕竟皇上是把脸面看得比任何事儿都重要的人，如果有人传出去了，那么这个人就得死。因为在皇上怀疑甄嬛和温实初有染这件事儿，滴血验亲，第一次造假验出是温实初的孩子，皇上直接把他的手串都摔了。血相容者即为亲，你还有什么可辩驳？来人，剥去他的贵妃服制，打入冷宫，连同孽障一起给我扔进去。温实初即刻杖杀。这可以说是皇上整部剧中最动怒的一次，不管之前年羹尧跋扈还是准格尔可汗的挑衅，皇上都没有动过这么大的怒。但是对于嫔妃出轨这件事儿，皇上却勃然大怒了。可见就算有人知道沈眉庄和温实初睡了，也是绝对不敢拿自己的人头去冒风险的。哪怕是安陵容知道沈眉庄和温实初有染后，安陵容也只敢旁敲侧击对温实初说，你要知道，你这个人，你的情谊本身就会害死别人。虽然安陵容说这番话在滴血认亲时说，但安陵容要说的并不是温实初和甄嬛的情，而是在说温实初和沈眉庄的情。既然安陵容已经知道了沈眉庄和温太医有染，那么她为什么不敢去向皇上告发呢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安陵容知道，如果她把沈眉庄出轨的事儿告诉了皇上，那么皇上不仅会杀了沈眉庄和温实初，而且这个怒火也会顺带发到安陵容的身上。
虽说这件事出在沈眉庄身上，但如果安陵容去揭发，那么打皇上脸的就是他。就算皇上不会杀安陵容，也会对安陵容冷暴力，一个嫔妃都尚且如此，就更别说宫女太监了。所以沈眉庄和温实初春宵一刻这件事儿，没有人会告密，是因为他们都知道告密者必死。